原来它真的可以拍出电影感。我是风光喵，1英寸传感器，D-Log M10比特，超级强大的美颜功能，黄金分割比例预构图，一键延时场景预设。我今天有太多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了。DJI Pocket 3它来了，我们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了它的电影感拍摄教程和我们的真实使用感受分享。在3年前我刚刚接触 Vlog 的时候，就不断的被电影感这个词给洗脑，单纯的加上黑框，带上升格慢动作，再来点酷炫的无缝转场，真的就是大家理想中的电影感旅行短片了吗？构图、运镜、策划、分镜，到底哪个才是成就你旅行 Vlog 电影感的核心力呢？前2天我们去了拜伦湾，一个非常漂亮的海边灯塔景点，然后就用 DJI Pocket 3呢拍摄了上面这一支小短片。这个小机子里的新功能也是带给了我不少的惊喜和拍摄的灵感，所以今天呢，我也想通过6个步骤来手把手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用这一台小小的 Pocket 3拍摄一支带有电影感的旅行视频。点赞、关注、转发3连一波也别忘喽！也欢迎大家在弹幕和留言里面和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和观点，以及对它的看法。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什么是景别。景别指的就是被摄主体和画面形象在你的取景框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大小和范围，横屏、竖屏都是一样的道理啊。有一说一，这个新的屏幕真的比2代一定要连接手机才能看屏幕要方便太多了。远景展现环境，全景带出主体和场景，中景强化人物和主体，近景强调人物动作和表情，特写突出主体局部或表达情感叙事。当我们到达一个目的地的时候，会看到很多人，场面会很大。学会景别的辨别，其实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在一开始就奠定拍摄的基调，合理的去避开人多的地方。相比于一镜到底一个景别的画面去记录 Vlog， 拥有多景别的视频呢，会更加具有电影感和高级感。了解了景别，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学会分镜意识。简单点来说，就是拆分你的动作，分景别角度来进行拍摄。我们先来看一段单一长镜头拍摄的人物拿起望远镜看的动作，然后我们再来看一段相同动作的分镜组合画面。当我把举起望远镜这个动作拆分成人物跑过去、手部特写、抬望远镜以及人物近景这3个分镜的时候，画面的丰富度就会更高，所谓的电影感也会更强。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首先是一段一镜到底拉开拉链拿出 Pocket 3的全过程，然后我们加入分镜意识，把繁琐的动作简单拆解成几个关键动作，再来看一遍，效果是不是很不一样呢？有了分镜意识，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聊一聊构图。一般来说，在旅拍视频里面，我会比较喜欢简单干净的构图，尽量去保证画面有留白的空间。一般也会习惯性的把拍摄主体放在画面的3分线或是中心点上面。在这里呢，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Pocket 3很好用的一个功能，叫预构图跟随。开启预构图跟随功能，屏幕上就会出现一个黄金分割比例的网格线，你就可以使用摇杆按键把拍摄主体放在等分点上固定下来，然后开始跟随后，拍摄主体就会牢牢占据在画面的固定位置。这对新手构图上的帮助真的非常的强大。你会发现，这样拍摄出来的画面不仅仅是运镜丝滑，你整个画面的构图比例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提前构思的关系，会变得非常的高级。大家一定要试试看这个功能，提升电影感很有用的一个技巧。运镜是电影感视频里面比较高阶的一个部分了，摄影和摄像的区别重点就在这里了。那对于旅行视频来说，让镜头动起来远比固定镜头要更加具有代入感，也更能够让画面具备电影感。
环绕、跟随、推进、后拉，其实这都是我们日常拍摄中很常用到的运镜方式。虽然呢，很多手机品牌啊，比如说像 iPhone， 自带了增稳防抖的功能，但是其实在一些大范围运动的画面场景里面，是完全没有办法和云台机械增稳比的。那丝滑稳定的运镜、平稳的画面，也是电影感旅拍必备的一点。如果是新手呢，也很推荐大家去使用主角跟随，以及我们刚才讲到那个预构图跟随这几种模式来进行运镜。另外，4K 120帧也可以在运镜中，尤其是氛围感场景比较强的地方去使用。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的是，4K 120帧只适用于慢动作拍摄，需要调换一下拍摄模式哦。在旅拍视频里面，很常见的拍摄风光的方法。延时摄影、云朵的快速变化、日落日出的风景延时、快节奏视频里的轨迹延时，其实都是能够让你整支旅行视频更加具有电影感的妙招。Pocket 3呢，它有一些常用延时场景里的预设，操作起来算是比较简单的，云卷云舒、日落日出，游人如织。选择你想要拍摄的延时场景，按下录制键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画面。当然，等你熟练以后，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场景来进行各种自定义的操作，玩法还是很多样的。很多人说电影感调色能赢，你就赢了一半。确实，调色画质其实是很能影响视频感官度的一件事情。低落感和1英寸底出现在 Pocket 3身上，确实让我感受到了后期调色的快乐。我们先来看看如何设置这台相机才能够达到理想的电影感拍摄效果。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很早之前和大家分享过的电影拍摄里的180度法则？快门速度等于帧率乘以2/1，记住这个公式啊，待会儿是要考的。OK， 下面我们拍摄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把色彩开到低 log-m， 因为澳洲的白天光线非常的强，太阳直射，所以我通常都会不管什么镜头都装上一个 ND。这还是很有必要的，这也是电影感必杀技之一。有了 ND 镜呢，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手动设置调节快门和 ISO。快门设置在120分之一，为什么呢？还记得我们之前的公式吗？60帧的视频，快门就得设置在120分之一。白天光线很强的时候 ，ISO 设置在50到400。当到了傍晚，我们就去掉 ND， 就可以把 ISO 调整到50至800。其实设置起来就这么简单，如果想要更简单一点，你就直接调成自动就好了。但这样呢，其实你就很难去监测拍摄的时候你的快门速度和 ISO。而遵循180度法则去拍摄视频，可以让你在清晰记录视频画面的同时，不会丢失流畅度，拥有更理想的动态模糊。最后 D-Log-M 的还原，在 PR 里面我们套上 DJI 官方免费的 D-Log-M 的 LUT， 再进行风格化调色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来聊聊这段时间我自己使用 Pocket 3的真实感受。大地是真的香。其实之前 D-Log 在 Action 4上的表现我们也都看到了 ，LUT 还原后色彩是很优秀的。那 Pocket 3因为有了更强大的底，调色空间呢也就更大更出彩了。我把 iPhone 14 ProRes RAW、iPhone 15 ProRes RAW RAW 模式、Action 4和 DJI Pocket 3拍摄的画面做了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看哪个画质你更喜欢，你觉得哪个更出色呢？相比要插上手机才能构图的 Pocket 2来说，我觉得 Pocket 3真的是做到了解放手机，这也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点。云台机械增稳对于拍摄跟随、大范围运镜是真的蛮好用的。3种云台模式操作起来很顺滑，画面也很稳。相比于用手机拍摄，想要稳定的画面，一定是要加上一个手机云台这样来搭配的。我会觉得一台小小的机子，在画质并不比手机差的前提下，告别稳定器，对于平时出门拍 Vlog 来说是很方便的。说到 Vlog 呢，就不得不提它的自然亮肤和美颜的功能。很强大啊！拍摄人像的时候是根据人脸优先的曝光标准，会确保皮肤颜色拍出来是好看的。美颜效果上，磨皮、祛痘、消黑眼圈也可以个性化调节。我们来看看美颜后的阿超有没有更帅气一点呢 ？Vlog 里面包括像自带的麦克风的收音效果也是很出众的。现在太阳已经完全落山了，然后今天还有这个山火，你看那边。那个烟雾缭绕的，就是森林大火，然后把整一块区域这边全部都覆盖住了，然后以至于我们今天的日落提前下班。
就都没有看到。但是山上还是有很多恋恋不舍的人。续航上来说，单就机子本身来说，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出门拍摄一整天还是有点困难的，就还挺建议大家加一个续航手柄的。基本上日常出行有了这个续航手柄，长时间连续拍摄问题也就不是很大了。那我会比较推荐去选择一个 ND 滤镜做旅拍，真的会大大提升你的拍摄的画面质感。延时摄影、静态的场景预设和轨迹延时功能都很好用，降低了新手拍摄的难度，很有趣，也可以丰富很多拍摄内容。4K 120帧并不是普通视频的模式，而是慢动作模式下才能够拍摄，没有低落感，没有音轨，但是有 HDR。后期如果需要调节速度，可以放到剪辑软件里面简单的操作一下，不算是真正完全的4K 120帧，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遗憾的。如果未来大家能够把真正的4K 120帧和变焦都给到这台小机子的话，我觉得它就真的完美无敌了。从我个人使用角度来说，我觉得 Pocket 3算是一台非常轻巧，我很愿意带它出门去记录日常、记录生活的一台 Vlog 小相机。很多功能都很实用，日常旅行记录呢也完全能够用，因为它够小方便，让我更愿意拿起来去记录一些日常的瞬间，比如说我们新房的非正式 room tour， 我们剪视频、拍视频的地方，我以后就会在这里给大家录视频，赏日落啦。比如说我们平常生活里的一些小确幸，海边的日落真的超美的，都会让我觉得记录其实是一件还蛮美好、还蛮有趣的事情。那么你会购买它吗？弹幕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吧。